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解第11课参数优化的入门。那什么是参数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本章学完以后，你将学会如何优化策略参数。那参数的优化就是策略参数里面的这个选择对策略表现有巨大的这个影响。那手动调整参数的情况下效率比较低啊。那这个优化参数这个可以帮助您自动搜索这个最佳的一个参数啊。这听起来比较拗口啊，其实很简单啊。参数这里如何优化这个超参数呢？这个可以通过这个计算的方式，比如说 RSI 你定义了一个30，那30是否是最佳的一个参数呢？比如说超卖的情况下，30是否最佳？如果市场行情差，有可能到20多，那行情好的时候有可能到40。那这个哪一个值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场景呢？那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超参数的一个优化来进行这个迭代。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它会记录这个生成随机参数组合，然后用该组合进行一个回测。那你默认的定义30，然后呢，你在这个区间内，它会给你在这个区间内设置成20到40，那它这个会给你做一个计算，那最后得出了哪一个参数是最好。它通过100轮的这个计算，它得出了参数22，RSI 设置成22，那这种情况就是市场行情稍微比较弱一点，那它到了22以后才开始进行一个超卖的反转。那这个就是参数的一个这个超参数的一个相当于一个训练和找出最优解。那超参数手动调参的话，它第一个比较慢，然后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会少很多。那另外一个就是受主观的这个判断影响比较大，然后过拟合的风险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这个是它手工调参唯一的一个好处啊。那它的这个超参数调参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过拟合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在历史的数据上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参数。那所谓的这种量化策略里面有这种达到90以上胜率的这种参数，超参数是哪里来的？这种策略是哪里来的？那就是通过这种参数的不断的寻找。但是这种情况下，它在未来的这种表现会比较差。所以说那个超参数的这种使用啊，你的样本一定要足够的多，这样的话它就不太可能容易去钻这种空子了。那另外一个就是限制条件不能太多，否则的话很难匹配上这个适合你的这个策略的这个行情条件。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运行多次，然后比较一下它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说了这么多，其实它这边就有一行代码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一个代码。我在这个 RSI 的这个买的这个参数里面，它这看到了，这个是 space buy，那这个就代表买。那我默认的给它30这个参数，那我想测试一下它到底是呃哪一个参数比较好。那这个范围不要设置太大，要不然测试很慢，回测的时候很慢。那我定到20到40之间，或者定义到25到30之间，35之间，这个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然后这边就是允许它这个设置这个超参数，然后的话它就进行一个优化，它会在这个20到40之间对这个参数进行一个训练。那这个就是是否启用了这个参数，它默认是true，然后这个是买，然后卖的信号也是类似的啊。如果70是超卖的一个默认参数，那我设置成60到80，行情不好的时候到60可能就反转了，行情好的时候可能到80还有人在买，这个就是在用这个参数来判断一个区间。然后这个是EMA 的一个短时均线和一个长时均线。那它这里默认设置的是10天，这个是30天，然后它的区间是5到20，这个长均线是20到50。
那这个是 ROI 的一个止损，那默认是这里是0.1，应该是10%、5%、2%，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区间，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止损参数，这个是跟踪止损参数，然后这里有参数的一个说明，init parameter 这个是整数的一个参数，然后 RSI 周期是10到30，这个 decimal parameter 这种是小数的一个参数啊，它是可以设置的0.1到0.02，然后这个是实数的一个参数啊，然后这个是分类的一个参数啊，我们看到的这个 true 和 false 的这个。那参数的空间，它将参数分成不同的这个空间啊，它有这种买的，还有卖的，这个还 ROI 的一个止损的一个参数，然后还有一个止损的 ROI 的一个止盈参数，然后还有一个 stop loss 的一个止损参数，还有这个 trailing 的这个跟踪止损参数，还有这个 protection 的这个保护机制参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只买优化，只优化买入参数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然后这个是读取它的文件，然后这个是策略，然后这个参数你要这个地方的参数就是去对上这个，对上这边的这个参数的。它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夏普的这个夏普比例的这个损失参数啊，然后它是买，然后这个是买卖，这个是所有的啊。然后优化目标参数，这个就是loss function 的这个，然后它要通过这超参数需要一个目标来评估这个参数的一个好坏，然后所以它这边目标用的是这个是用的是那个夏普比率啊这个方式来验证，那它的这个命令行就是这个超参数，然后这个策略，然后这个是夏普的比例，然后训练是100轮。那如果第二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索提诺比率，这个只考虑下行的一个风险。前几节课我们有讲到的啊，这个是卡玛比率，卡玛比率是这个收益除以最大回撤的一个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最小化最大回撤的，还有一个是最大化总收益的。那这个就是目标函数的一个比对。那这个夏普比率还是用的最多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个索提诺和这个卡玛比率，然后这个就是运行它的一个参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命令执行会是什么结果啊？它会输出一个这个文件到这个目录下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回撤，然后这个还没走完啊，这个只走了一部分，所以这里要训练100轮。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训练过的，这个就是它，超参数里面，训练完以后的一个结果。这个因果信息不用看了，主要看这边的一个部分。然后这里是这个训练的第几轮的这个结果，然后这个是胜负，你看这个地方的胜率是慢慢的有在提高的啊，它的这个胜率，然后这个平均收益也有在提高，那它这个证明它这个参数是有效果的啊，训练完以后是有效果的，它只是这个策略还不是那么适应的市场，所以它的这个胜率还没达到50%啊。然后这个就是它里面这个是 ROI 的一个那个配置，然后这个是损失函数的啊，然后这个是它一整个文件，
它可以通过命令行把它抽取出来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参数说明这个就是要优化的一个策略，就是这个 stage。那我这个策略是叫 stage 001，这个就是系统里面自带的。然后这个是目标函数啊，就是它的这个损失函数啊。然后这个是要优化的这个参数空间。那我这边优化的是 RI 的这个，这个是运行的次数，然后这个是时间范围啊。然后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个过程啊，它是在不断提高的啊，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然后它这里在不断提高的。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可以PKL 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运行的一个结果。那要查看它的这个最佳结果，就是用这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就打印出了它的这个最佳结果。那还可以列出所有最佳结果。然后这里还可以按照特定的编号，然后还可以导出 CSV 格式，查看盈利结果。这个可以下来的时候自己去慢慢看一下。我这里挑重点来讲一下。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输出示例啊。然后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导出参数到文件，可以把它导出到这个 JSON 的这种格式。我们来看一下已经导出的这个是长什么样的啊。这个就是用这个动量策略，ADX 趋势强度策略的这个。然后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我这边测试完以后的一个优化参数 ROI 的一个参数。然后它这边有这个ADX entry 的这个参数，我们可以对着代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是入场的一个阈值啊，然后这个是退出的一个阈值，然后还有这个强势的这个强趋势的一个入值啊，它默认是50，然后40到60之间，这个是12到18之间，这个是18到25之间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DI 的差值，这个就是通过这个 DI 的这个这里有这个退出的逻辑哈，DI 的一个反转啊，它通过这个 AEX 识别这个趋势强度，再通过这个 DI 的加减来判断它这个趋势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就是 DI 的一个强度，然后还有通过这个斜率的一个参数啊来判断。这个是移动平均线的这个 EMA 的这个方式，RSI 的一个过滤。那实际上条件要不要这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参数是基本的，它这三个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做一个优化，你添加几个都可以啊。这个只要你的策略能跑通，那逻辑上它都是可以的。但是建议的话，不要超过5个，太多的话，它会容易出现这种一个是过拟合，另外一个就是没办法成交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是方法一是导出这个参数文件，那另外一个就是手动复制参数，然后把它将这个最佳参数复制到策略文件里面，直接改这个参数的这个结果，就是直接改代码。然后这个是关键步骤，必须在这个样本外的数据验证啊。这个你首先复制一个文件，然后再通过这个去验证，验证完以后再把文件给它改回来。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对比结果。然后优化后的策略，它一个收益率和一个夏普比率，优化后的这个训练期和一个测试期。那这种情况下大幅下降情况，这种就是属于过拟合了，就不要用它这个，这就没什么用处了。所以它一定要数据要拆成多份，前面的测试一份，然后后面的再测试一份，看一看你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幻化能力如何。然后这个是任务，这个就相当于是练习题了，就是这些内容都是上面前面讲过，刚才讲的一些内容像这些策略的验证，可以自己我会把这个文档放在评论区，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好，谢谢大家。